嘿，各位好，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师 Enzo。那如果你是一个摄影新手，你刚买相机，而且你买的又是 Canon RF 系统的 APS-C 相机的话，那今天这支影片呢，你一定要做观看哦。那我相信有95%以上的人，在入门摄影的时候，应该都是买那颗 kit 镜，就是买机身的时候会附的那颗镜头哦。那通常 kit 镜的焦段都是1855或1845。又或是比较远一点，但是起跳呢都是18。kit 镜的话，缺点就是说它光圈都比较小一点，但是它的焦段范围呢算是非常的泛用，很适合当大家的第一颗镜头，你可以先去体验说，每个焦段的拍摄感受这个样子。那接下来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哦，在很多论坛我们都会听到说，我该怎么选择我的第二颗镜头，就是 kit 镜之后的。那其实有很多选择方向啦，像是超广角可以拍风景，大光圈定焦镜可以拍摄人像。长焦呢可以拍摄更远，像是拍摄动物、拍摄运动等等的哦。那如果你真的喜欢拍摄风景，又或是你在拍影片的话，尤其是影片的用户，基本上我都会推荐你买的第二颗镜头就是超广角镜头。超广角能呈现的张力就会跟你的18端是不一样的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来介绍 Canon 最新所推出的 RFS 10到18 f4.5 到6.3 ISSTM。那这颗镜头呢，是一颗跟 kit 镜有点像的超广角镜头。超级小巧可爱，超级小巧可爱。然后它的焦段呢是10到18，你刚好可以跟你的 kit 镜做延伸。那这颗镜头呢也很适合拿来做影片的自拍拍摄，就是 vlog 的使用。如果你未来呢想要往这个产业去做发展，就是自媒体的话，那这颗镜头基本上是 Canon APS-C 系统算是必备的一颗镜头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颗镜头的详细评测，看完保证你就知道到底该不该购买咯。来到了流行音乐中心，锵锵，流音在那。哎，你不觉得那个很像女王头吗？女王头？那个啦，不是我，他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，女王头哎。蛮像的。哎，走吧，我们去日本吧。好。图是长这样。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卡比的泡澡球。有草莓，然后还有一些水果之类的。哇，好赞哦！和牛买1送1，哇靠，真的很便宜耶！这哈密瓜一颗要1999、1699、1399，顶级哈密瓜哎。
那看完以上影片，你有没有心动呢？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，欢迎帮我的影片点个喜欢，这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，谢谢各位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现在聊一下它的镜身外观哦。这颗镜头的口径呢是49mm，算是很小，然后所以你买保护镜也相当的便宜。体积非常小，到底有多小？你们看我手上这么小的镜头，10到18，然后它打开的方式呢是你要转开到10端才是打开哦。然后它的整体镜身呢全部都是塑胶设计。所以它的重量呢是非常非常轻的，这一颗镜头重量只有150克，你没有听错，150克，够轻吧？当年在单反年代也有一颗 EFS 的10到18，那颗镜头的话呢是240克，所以整体来说它的减轻重量呢是超级有感的这也是归功于无反，所以镜头设计呢可以更为的缩小。假设你今天是 R10 的用户或是 R50 的用户的话，R10加上10、18再加上1845，整体重量才700克。还不及某一些全片幅的机身哦，所以这个系统整套带起来就是这么的轻盈，你又可以获得10到45端的焦段。那如果你是用 R50 的话，整体重量再减50克，所以只有650克哦。而且这颗镜头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还有防手震诶。如果你的机身没有防手震的话呢，它的镜身防震整体可以到4级。那如果你还有机身防震的话，整体防震就可以到6级咯。那我自己实测下来，在10mm的时候呢，大概快门4秒的时候呢，都有50%的机会中央是清楚的，边缘可能还有小小的模糊啦。这毕竟是超广角镜头的关系。那我的测试呢是用 R7 去做测试的，因为 R7 有机身防震，而且我想拍比较高品质的影片，这样。那如果你用 R10 的话呢，可能就不能用到这么慢，但是可能1秒勉强还是可以用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颗镜头的画质表现吧。我想大家应该都蛮在意的吧。那我们先从广角端开始看哦，在10mm的时候呢，光圈全开 f4.5 的表现跟 5.6 表现几乎一样优异，都算是还蛮锐利的。然后在 f11 的话呢，开始明显的下降，在16跟22呢，都下降的更为明显哦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望远端，也就是18端。18端的话呢，光圈起调是 6.3，6.3跟8基本上画质表现呢是一样优异哦。大概在 f11 呢开始微微的下降 ，f16 之后开始明显的下降。一路呢可以缩到 f32， 但是画质呢就是崩坏的非常的明显啦，不建议使用。所以这颗镜头的最佳画质呢，大概是光圈全开，再缩1级左右呢，都是相当的够用。除非你今天为了长曝以外，我会不建议缩到 f16 以下，因为那个画质崩坏非常的严重。那因为刚刚测完光圈，那我们这边来聊一下它的星芒表现。我知道很多人入手镜头的时候呢，会考虑一下星芒，尤其是新手。我在新手入门时期，在查镜头的时候呢，也很在意星芒，因为我们在夜晚长曝的时候使用相机，相机有缩光圈的功能，可以拍出星芒，对我们来说呢，得到的成就感是很高的。那这颗镜头超级神奇，其实光圈全开就有一点星芒的感受。但你想要明显一点的星芒的话呢，你可以缩到 f5.6， 没错，你只要缩一点点，基本上就有蛮明显的星芒感受。那一路缩下去呢，会越来越尖，但最大的重点就是说，你只要缩一点点就有星芒嘞。其实你缩到 f11、f8，星芒就超级明显。像这几张照片呢，其实我都是用 f11或 f13左右去做拍摄，没有真的缩到那么小的光圈哦。那在抗耀光的部分呢，这个镜头抗耀光表现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好，它没有太多的鬼影出现，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不错啦。你在拍夜景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一堆怪怪的鬼影。那接下来来看到对焦表现哦。这次呢，这颗镜头使用的 SDM 马达呢，是跟 RF1020L 那颗一样的对焦马达，它是导螺旋式的 SDM 马达哦。在这颗镜头上面呢，可能是因为镜组设计的关系，所以对焦速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快，很像 USB 马达的那种感觉哦。大家可以看到说，基本上指哪对哪，完全没有任何延迟。那如果是在录影模式的话，也可以看到说，它在对焦的时候呢，对焦整体动作是非常的顺畅。不会有那种突然变来变去，又或是阶段性的感觉，所以这颗镜头的 SDM 马达呢，可以说是完全不用担心，对焦速度完全够快。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一颗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超广角镜头，为什么要在意最近对焦距离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这颗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非常的夸张。它在10mm的时候呢，广角端的时候可以达到惊人的8.6公分的对焦距离。那这边顺便跟各位科普一下。8.6公分呢是物体到感光元件的距离，并不是物体到镜头前缘的距离哦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10mm在拍摄微距的时候，这个8.6公分，你基本上是贴着拍都还拍得到。那到底有多夸张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拍这个玫瑰盐的颗粒，贴着拍还可以拍到这么清晰的画面，
甚至于说我们用10端在拍摄手机萤幕哦，我们可以直接拍到上面的 RGB 的颗粒点。哇，没想到这颗镜头在微距方面竟然有这么厉害的表现，而且是广角微距哦。在18端的话呢，会只有14公分的对焦距离，也是相当的近啦。所以如果你想玩一些广角微距的话，反倒是在这颗镜头上面也算是一个选项，你可以拍出非常有张力的微距画面哦。好啦，最后我们来聊一下这颗镜头的优缺点，还有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做购买哦。那我们现在讲优点，优点的话呢，就是体积小，超级好携带。再来呢，就是星芒几乎不用说太多就有了。所以对于想要轻松拍夜景的人来说，超级方便。然后还有广角端的微距体验也是相当的好玩啦。最后一个优点呢，就是说这颗镜头竟然有防手震，因为其实大家知道，其他厂商大部分的便宜镜头都不会有防手震，所以 Canon 在防手震这一块算是还蛮坚持的哦。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这颗镜头的缺点哦。这种缺点其实非常的明显，就是光圈嘛 ，f4.5 到6.3。真的蛮小的，所以一般风景的话都可以上脚架，那就都还好。但如果你要拍星空的话，那这颗镜头的光圈值会确实的不太足够。如果你要拍星空的话，我会建议说还是买一些更大光圈的镜头啦。但如果你拍的风景比较偏向是晨昏，然后可以上脚架，都可以长曝的情况下，那这颗镜头基本上就可以符合你大概有70-80% 以上的使用环境吧。那以影片方面来讲，拍 vlog 来说的话，10mm 呢，其实 f4.5 是还好，还够用啦。大部分白天到室内的环境都还 hold 得住，晚上的话呢，可能你的机身 ISO 就会比较高一点。当然就看你在不在意这个杂讯啦。然后你要特写的话呢，也可以推到 18mm 去做特写，然后你想对什么就靠近，它都对得到，很适合自媒体的朋友们去做使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评测报告。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都欢迎留言询问我，我都会一一回答给各位哦。我是兴趣散的摄影师 Enzo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